在开始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仰望夜空时，我们看到的那些闪烁的光点，其实正在诉说着一个横跨100亿年的故事。每一颗星星都有它自己的诞生、成长与死亡，而它们的故事恰恰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整个宇宙。当我们谈论宇宙时，我们谈论的不仅是那些遥远的光点，更是时空本身，是存在的本质，是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与意义。今天我会带你从宇宙的起点出发，穿越漫长的岁月，去触摸那些最极端的天体，去探索那些最深刻的谜题。让我们开始吧。宇宙是如何开始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会彻底颠覆你对存在这个概念的认知。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认为宇宙是永恒不变的，是静态的，是永远存在着的。牛顿就曾认为，宇宙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的，在空间上是无限延展的。这种观点看似符合我们的日常直觉，毕竟谁会去想一个没有起点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然而20世纪的一项重大发现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时空不是静态的背景板，而是可以被物质和能量弯曲的动态结构。当爱因斯坦将他的方程式应用于整个宇宙时，他惊讶地发现，宇宙不可能是静态的，它要么在膨胀，要么在收缩。这个结论让爱因斯坦一度不敢相信，他甚至在自己的方程式中人为添加了一个宇宙常数来维持宇宙的静态状态。但是真实的天文观测给出了不同的答案。1929年，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通过对遥远星系的观测，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几乎所有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且越远的星系远离的速度越快。这就好比在一个气球表面画上几个点，当你把气球吹大时，所有的点都会彼此远离，而且距离越远的点远离得越快。哈勃的发现意味着宇宙正在膨胀，而这个膨胀如果回溯到足够久远的过去，就必然指向一个起点，一个所有的物质和能量都被压缩在无限小空间中的时刻。这就是大爆炸理论的由来。大爆炸并非字面意义上的爆炸，不是某个东西在某个地方突然炸开。大爆炸是一切的开端，是时间、空间、物质、能量本身开始存在的时刻。在那个原点之后，宇宙开始了它138亿年的演化历程。我们今天所知的每一个星系、每一颗恒星、每一个原子，都是从那个最初的时刻演变而来的。大爆炸理论彻底颠覆了人类对存在本身的认知框架。在那之前，人类理所当然地认为物质和能量是永恒的，时间和空间是先天存在的。但是大爆炸告诉我们，时间本身有一个起点，空间本身有一个开端，甚至连虚无的概念都要被重新定义。在宇宙诞生之前，既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既没有物质也没有能量，那里没有任何之前，因为之前这个词预设了时间的存在，而时间本身正是随着大爆炸而产生的。
这是一个让人既兴奋又困惑的概念。我们习惯于追问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但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因为之前这个概念只有在时间存在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而大爆炸恰恰就是时间的起点。这不是回避问题，而是宇宙本身的结构决定了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或者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大爆炸理论的建立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认知革命之一，它让人类意识到我们存在的宇宙并非永恒不变的永恒剧场，而是一个有着明确生日的有限实体。这让我们既是宇宙的孩子，又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身体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那个最初的时刻，都经历了138亿年的演化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大爆炸的直接遗产。我们是宇宙试图理解自己的一种方式。普朗克时代的混沌宇宙继续回溯宇宙的历史，我们来到了一个更加极端的时代——普朗克时代。这是宇宙诞生后的第一个瞬间，一个连物理定律本身都在形成中的极端时代。普朗克时间是多少？它是10的-43次方秒，也就是0.000001秒。这中间的零可太多了。在这个时间尺度上，我们对物理世界的所有认知都失效了。那是一个温度和密度都达到极限的状态。现有的物理理论在那个时代既无法描述，也无法预测任何事情。想象一下，把宇宙的全部物质和能量压缩进一个比原子还小无数倍的体积中，温度高达10的32次方摄氏度，这就是普朗克时代的基本途径。在那样的极端条件下，我们日常所知的4种基本力——引力、电磁力、强合力、弱合力，可能还统一在一个单一的超力框架中。在这个尺度上，时空本身可能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状态——量子泡沫。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真空并非真正的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虚粒子的涨落，粒子和反粒子不断的产生和湮灭。在普朗克尺度上，这种量子涨落可能变得极为剧烈，甚至时空本身都被卷曲成泡沫状的结构。这种量子泡沫的图景，即使是最前沿的理论物理学家也难以给出精确的描述。它可能是一锅沸腾的时空汤，其中每一个微小区域都在不断的涨落、扭曲、再生。我们今天所知的连续平滑的时空，在普朗克时代可能还只是一种演化的结果，而非鲜艳存在的框架。4种基本力如何在宇宙冷却过程中逐一从统一的超力中分离，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整个物理世界。当宇宙的温度开始下降，统一的超力首先分裂为引力和大统一力，随后大统一力又分裂为强合力和电弱力，最后在更低的温度下，电弱力分裂为电磁力和弱合力。这个过程被称为对称性破缺，每一次分裂都伴随着宇宙的剧烈变化。就在这些力分离的瞬间，宇宙可能经历了一场指数级的爆发式膨胀，这就是著名的暴涨阶段。在仅10的-36次方秒
到10的-32次方秒的极短时间内，宇宙的尺寸可能膨胀了10的26次方倍。这个数字意味着，原本可能小于一个原子的宇宙，在暴涨之后，膨胀到了比今天整个可观测宇宙还要大的尺度。暴涨阶段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更加正常的宇宙的开始。在这个阶段之后，宇宙继续膨胀和冷却，但速度变得更加平缓。正是在暴涨过程中，微小的量子涨落被放大成了宏观的密度差异。这些差异后来成为了星系和星系团形成的种子。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见的宇宙结构的雏形，在宇宙诞生后的第一个瞬间，就已经被印刻在了宇宙的 DNA 中。普朗克时代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物理学的难题，更是对存在本质的深层叩问。在那个连物理定律都在形成中的时代，我们所知的因果关系、时空结构，甚至数学本身，可能都还不具有今天的形式。这既是一个科学的禁区，也是一个哲学的深渊。物质与反物质的微妙失衡。接下来，让我们来到大爆炸后的最初时刻，探索一个关乎宇宙存在根基的深刻问题：为什么我们存在的宇宙是由物质构成的，而不是反物质？或者更准确地说，物质与反物质之间那场微妙的不平衡究竟从何而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没有这种微小的偏差，我们今天所知的宇宙将根本不会存在。在标准粒子物理学的框架中，每一次产生物质粒子的事件，必然伴随着等量的反物质粒子的产生，这是量子场论的基本对称性。当高能光子在真空中转化为物质时，总会产生一对粒子，一个是物质粒子，一个是反物质粒子。比如，一个高能光子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产生一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正电子就是电子的反物质孪生兄弟，它们的质量相同，电荷相反。当物质和反物质相遇时，它们会彼此湮灭，将质量完全转化为能量，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在一个完美对称的宇宙中，物质和反物质应该等量存在，它们会不断地相互产生和湮灭，最终留下一片纯粹的能量海洋，而不会有任何由物质构成的实体存在。不会有星系，不会有恒星，不会有行星，更不会有生命。但是，我们知道宇宙并非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物质主导的世界里，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太阳系都是由物质构成的。如果曾经有过等量的反物质存在，它们现在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从未观测到来自宇宙深处的大规模反物质与物质湮灭的信号？这些问题指向了一个结论：在宇宙的早期历史上，必定发生过某种事件，导致物质和反物质之间出现了微小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究竟有多小？根据宇宙学的观测和计算，在大爆炸后的最初时刻，每产生大约10亿个反物质粒子，就会产生10亿01个物质粒子。这多余出来的10亿分之一的物质粒子，就是后来构成我们整个可见宇宙的全部原材料。在那场物质与反物质的战争中，10亿个物质粒子与10亿个反物质粒子彼此湮灭，化为纯粹的光子，
而那多余的一个物质粒子则幸存下来，成为宇宙演化的火种。这听起来不可思议。我们今天所见的一切，从银河系到你的身体，竟然都来源于这样一个10亿分之一的微小偏差。但是，物理学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偏差？这个偏差的来源是什么？这个问题涉及现代物理学最深奥的领域之一 ——CP 对称性破缺。在量子力学中，粒子和反粒子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对称性，其中 C 对称性指的是电荷共轭，将粒子变为反粒子。P 对称性指的是宇称空间镜像。在大多数情况下，物理定律对 C 和 P 变换都是对称的，但有一些特定的过程会打破这种对称性。1964年，物理学家在研究中性 K 介子的衰变时，首次发现了 CP 破坏的明确证据。1980年代，在中性 B 介子系统中，又发现了更显著的 CP 破坏现象。这些发现证实了，在某些特定的粒子过程中，物质和反物质的行为确实存在细微的差异。然而，实验观测到的 CP 破坏强度远远不足以解释宇宙中观察到的物质、反物质不对称。根据理论计算，现有的 CP 破坏机制只能解释宇宙不对称性的约10亿分之一，而我们需要解释的是完整的不对称性。这意味着，要么存在我们尚未发现的新的 CP 破坏机制，要么有完全不同的物理过程，在宇宙早期的不对称形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等实验设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探索物质、反物质不对称的新物理。物理学家们搜寻着可能存在的新粒子、新对称性，以及在极端条件下物质行为的新规律。这些研究不仅是理解宇宙起源的关键，也可能为未来的科技革命奠定基础。无论答案如何，我们今天所知的这个物质世界是一个极其精妙平衡的结果。那10亿分之一的微小偏差造就了我们所知的全部存在，这让我们在感慨宇宙奇妙的同时，也对物理学的未来探索充满了期待。宇宙最古老的光，让我们继续宇宙演化的故事，来到大爆炸后约38万年的时刻。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刻，宇宙中出现了光，真正的能够自由传播的光。这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诞生时刻，也是我们今天能够直接观测到的宇宙最遥远的历史。在大爆炸后的最初38万年里，宇宙的温度极高，高到原子核无法捕获电子。整个宇宙就像一锅沸腾的等离子体汤，带正电的原子核与自由电子在光子海洋中剧烈运动，光子不断地与带电粒子发生碰撞和散射，无法自由传播。你可以把这个状态想象成一片混沌的浓雾，光在其中不断被反射和散射，根本无法穿透。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宇宙温度下降到约3000开尔文。在这个温度下，电子终于能够被原子核捕获，形成完整的原子。这个过程被称为复合，质子和中子结合成氢原子核，电子终于找到了它们的归宿。
当自由电子消失后，光子终于获得了自由行动的权利，它们不再被不断散射，而是开始沿着直线穿越宇宙。从这一刻起，直至今天，这批光子携带着宇宙婴儿时期的重要信息，沿着宇宙的膨胀轨迹一路传播到今天。当它们抵达地球时，已经被红移到了微波波段，表现为一种均匀的约 2.725 开尔文的背景辐射，这就是著名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CMB。 1965年，贝尔实验室的2位射电天文学家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在调试他们的天线时，意外地发现了这种均匀的微波噪声。无论他们把天线指向天空的哪个方向，都能探测到这种相同的噪声信号。他们一度以为是天线本身的问题，也许是鸽子在天线上筑巢留下的粪便，但清理天线后，噪声依然存在。这个意外的发现为大爆炸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为2位发现者赢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堪称20世纪最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不仅是宇宙最古老的光，更是一张宇宙婴儿时期的快照。当科学家仔细分析这种辐射时，他们发现了微妙的温度涨落。宇宙的不同区域有略微不同的温度，有的区域温度比平均温度高一点点，有的区域则低一点点。这些涨落极其微小，只有约10万分之一的幅度，但它们揭示了宇宙幼年的密度分布。在引力作用下，较稠密的区域会逐渐吸引更多的物质，最终形成今天的星系和星系团。换句话说，今天宇宙中的所有结构，从星系到恒星，从行星到生命，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微小的温度涨落。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就像宇宙的出生证明，记录了它诞生38万年后的模样。2001年发射的威尔金森微波、各项异性探测器和2009年发射的普朗克卫星，以惊人的精度绘制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全天图。这些精确测量让我们能够推断出宇宙的许多关键参数。宇宙的年龄约为138亿年，可见物质约占总能量的 5%， 暗物质约占 27%， 暗能量约占 68%， 等等。这些数字构成了我们今天对宇宙组成成分的基本理解。每当你听到暗能量占据了宇宙的 68% 这样的说法时，请记住，这个数字最初就来源于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精密分析。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研究仍在继续，科学家们试图从这些微小的涨落中读取更多关于宇宙的信息，它的几何形状，它的膨胀历史，甚至它最早时刻的暴涨过程。这团137亿年前发射的光，携带着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宇宙秘密。星系的海洋，从宇宙最古老的光，我们把目光转向宇宙中更为宏大的结构——星系。如果把宇宙比作一片浩瀚的海洋，那么星系就是漂浮在这片海洋中的无数岛屿，它们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却遵循着统一的引力规律，共同编织出一幅壮丽的宇宙图景。银河系是我们自己的家园，
它是一个包含约2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的棒旋星系。从正面看，我们的银河系看起来像是一个带有悬臂的扁平圆盘，直径约10万光年，中心有一个明亮的核球。但是请记住，星系是非常扁平的。如果你把银河系的直径缩小到北京市的大小，那么它的厚度可能只有不到1毫米。从这个意义上说，银河系其实是一个非常薄的结构。我们的太阳系位于银河系的一个旋臂猎户座旋臂上，距离银河系中心约26000光年。我们不在银河系的中心，也不在任何特殊的区域，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郊区位置。银河系的中心位于人马座方向，那里恒星的密度极高，中心区域隐藏着一个约400万太阳质量的黑洞。宇宙中的星系种类繁多，各有特色。最常见的是螺旋星系，它们拥有优雅旋转的旋臂结构。这些旋臂不是固态的结构，而是物质密度波的表现，就像城市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一样。当恒星和其他物质进入旋臂区域时，它们会被压缩，速度会暂时变慢，然后穿过旋臂继续前行。螺旋星系的旋臂是恒星形成的活跃区域，那里气体密度较高，更容易坍缩形成新的恒星。我们的银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螺旋星系。椭圆星系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它们是椭球形的，没有明显的旋臂结构，内部恒星随机运动，缺乏气体和尘埃。椭圆星系通常是大型星系合并的产物，在合并过程中，大部分气体被转化成了恒星或被抛射出去，剩下的只有年老的红色恒星。银河系旁边的大型星系仙女座星系是一个比银河系更大的螺旋星系，直径约22万光年，正在以每秒约110公里的速度向银河系靠近。大约40亿年后，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将发生碰撞，最终合并成一个巨大的椭圆星系。除了螺旋星系和椭圆星系，还有一类特殊的存在——不规则星系。这些星系的形状不规则，没有明显的对称结构，它们通常较小，含有丰富的气体和尘埃。小型麦哲伦云就是银河系的2个著名伴星系，它们在南半球夜空中用肉眼就能看到。不规则星系可能是被引力相互作用扰乱的原始星系，也可能是小型星系合并后尚未形成更规则结构的结果。无论形状如何，所有星系都在引力作用下运动、演化、相互作用。星系碰撞在宇宙中是常见的事件，虽然听起来很剧烈，但由于星系中恒星之间的距离远大于恒星的尺寸，恒星之间直接碰撞的概率其实很低。更可能发生的是，星系中的气体相互挤压，触发剧烈的恒星形成过程，而各个星系中的暗物质晕则会混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更大的星系结构。我们的银河系在过去也曾经吞并过许多较小的星系，现在仍然在继续着这个过程。宇宙的星系海洋中，每一个星系都在诉说着它独特的演化故事。看不见的宏大网络，星系并非均匀散布在宇宙中，它们组成了更大的结构——宇宙纤维网络。这是宇宙中物质分布的最大尺度特征，
它揭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我们的宇宙在宏观尺度上呈现为一个巨大的三维蛛网结构。想象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但它的尺度是数十亿光年，这就是宇宙的纤维状结构。星系和星系团分布在细丝的交叉节点处，形成了宇宙网络中的城市和城镇，而连接这些节点的细丝则由气体和暗物质组成，绵延数亿光年。在细丝之间的区域是巨大的空洞，这些空洞是宇宙中最为空旷的地带，直径可达数亿光年，其中几乎不存在任何星系或发光物质。1989年，天文学家发现了宇宙长城，一个巨大的纤维状结构，延伸超过5亿光年。这条长城的发现让人类第一次意识到，宇宙的结构远比以前想象的更加宏大和复杂。2003年发现的斯隆长城更是延伸了约13亿光年，成为目前已知的最宏大的宇宙结构之一。这些发现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星系之中，更生活在宇宙网络的一个普通节点上。宇宙网络是如何形成的？答案在于引力。在宇宙早期，微小的密度涨落，在引力作用下逐渐增长。密度稍高的区域吸引更多的物质，进一步增加密度，形成正反馈。这个过程被称为引力不稳定。经过数十亿年的演化，原本微小的涨落逐渐成长为巨大的纤维和节点。暗物质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虽然我们无法直接观测暗物质，但它的引力效应塑造了可见物质的分布。在宇宙网络中，暗物质形成了看不见的骨架，而可见的星系和气体则沿着这个骨架分布。这个过程可以用计算机模拟来验证。当科学家在超级计算机上模拟宇宙的结构演化时，他们发现，只有加入暗物质成分，才能复现出我们实际观测到的宇宙网络结构。模拟中形成的网络与真实宇宙的观测结果惊人的一致，这成为暗物质存在的另一个重要证据。宇宙网络的发现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在古代，人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万物围绕地球运转。后来我们知道太阳才是中心，地球只是一颗普通的行星。现在我们知道，即使是银河系这样的巨型星系，也只是宇宙网络上一个普通的节点。我们的宇宙不是均匀的，也不是简单的随机分布，而是一个具有特定层次结构的复杂网络。这个网络的尺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光从一端传到另一端需要数十亿年。在这样的尺度下思考，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确实会让人产生一种既渺小又奇妙的感觉。然而，正是这样的知识让我们感到谦卑，也让我们感到敬畏。我们是宇宙网络的一部分，我们的存在与整个宇宙的演化历程紧密相连。恒星的诞生与演化，星系是恒星的家园，而恒星则是宇宙元素工厂的核心。要理解宇宙，就必须理解恒星的生命故事，它们如何诞生，如何燃烧，如何死去，以及它们如何在死亡时创造出构成我们世界的新元素。恒星的诞生始于星际分子云，这些由气体和尘埃组成的巨型云团是恒星的摇篮。分子云之所以得名，
是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分子氢，两个氢原子结合而成的分子。在寒冷的分子云中，气体温度约为10到50开尔文，气体压力可以抵御自身的引力坍缩。但是，当分子云受到外界扰动时，比如附近超新星的冲击波，或者星系悬臂的密度波经过，某些区域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引力开始占据主导，区域中心的物质在自身引力作用下开始坍缩。坍缩过程中，气体被压缩，温度和密度急剧上升。在分子云内部，湍流、磁场、引力和气体压力之间发生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原恒星是否能成功形成，以及最终会形成怎样的恒星系统。这个过程通常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根据初始条件的不同，恒星最终的质量差异巨大。最小的恒星是红矮星，它们的质量只有太阳的约7.5%到50%。在红矮星内部，核聚变反应非常微弱，因此它们的表面温度较低，呈现红色光芒。红矮星的寿命极长，由于核燃料消耗缓慢，一颗红矮星可以燃烧10000亿年之久，甚至超过宇宙的年龄。这意味着，今天宇宙中的红矮星还没有一颗真正老化过。太阳这样的中等质量恒星，在主序星阶段可以燃烧约100亿年。它们在核心将氢聚变为氦，表面温度适中，呈现黄色到白色的光芒。当核心氢耗尽后，恒星会膨胀成为红巨星，体积急剧增大，最终抛射外层，形成行星状星云，留下核心的白矮星。在光谱的另一端是大质量恒星，它们的质量可以是太阳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这些蓝巨星是宇宙中最为壮观的恒星，它们的表面温度极高，发出强烈的蓝色光芒，核心的核聚变反应极为剧烈，能量输出是太阳的数万倍。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剧烈的燃烧，大质量恒星的核心燃料消耗极快，它们的寿命只有短短的数百万年到数千万年。在宇宙的时间尺度上，这只是一瞬间。恒星的核心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元素工厂。在大质量恒星的核心，氢聚变为氦只是第一步。当核心氦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更剧烈的聚变反应开始发生。氦可以聚变为碳和氧，碳可以聚变为氧和氖，氖可以聚变为氧和镁。更重元素继续沿着元素周期表攀升。在铁之前，每一次聚变都会释放能量，支撑着恒星对抗自身的引力。但是，铁是核聚变释放能量的终点。比铁更重的元素在聚变时不仅不会释放能量，反而需要吸收能量。这意味着，当恒星核心最终变成铁时，核聚变就无法再提供支撑引力的力量了。在大质量恒星生命的最后时刻，它们的核心会突然坍缩，引发灾难性的超新星爆发。这场爆发产生的高温高压环境，恰恰是制造重元素的熔炉，包括金、铂、铀等我们熟悉的重元素，都在这场爆炸中被制造出来，并被抛洒到星际空间中。下一节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过程。恒星的死亡与重生。恒星的故事并未随着主序星阶段的结束而完结。事实上，
最为壮观的宇宙事件往往发生在恒星生命的终点。不同的恒星走向不同的结局，每一种结局都是一场宇宙尺度的奇迹。像太阳这样中等质量的恒星，当核心氢耗尽后，会首先膨胀成为红巨星。在这个阶段，恒星的外层大气膨胀并冷却，表面呈现深红色。太阳在几十亿年后进入红巨星阶段时，它的半径将扩大到今天地球轨道的附近，甚至之内。地球的命运将会非常悲惨。红巨星阶段结束后，恒星会抛射外层大气，形成美丽的行星状星云。这些星云由被吹离的气体组成，在中心恒星的紫外辐射照射下，发出绚丽的色彩。在星云消散之后，恒星的核心会暴露出来，形成一颗白矮星。白矮星的大小与地球相当，但质量却达到太阳的相当一部分。这是一种极度压缩的物质状态。一茶匙白矮星物质的重量可以达到数吨甚至数十吨。白矮星主要由电子简并压力支撑，这是一种量子力学效应，阻止物质被进一步压缩。白矮星会缓慢冷却，经过数百亿年，最终变成黑矮星。但这个冷却过程比宇宙的年龄还要长，所以至今宇宙中还没有真正的黑矮星。大质量恒星的死亡要剧烈得多。当这样的恒星耗尽核心的核燃料时，引力立即占据主导，整个核心会坍缩成一颗中子星，甚至黑洞。在坍缩的最初时刻，恒星的核心温度达到约1000亿摄氏度，压力和密度都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极端条件下，电子被压入原子核，与质子结合形成中子。中子星的密度高得惊人，每立方厘米的物质重达数亿吨。想象一下，把整个喜马拉雅山压缩进一个火柴盒大小，这就是中子星的密度。然而，中子星还不是大质量恒星死亡的终点。如果原始恒星的质量足够大，连中子简并压力也无法抵抗引力，恒星会继续坍缩，形成黑洞。黑洞的中心是一个起点，一个密度无穷大的点，周围被事件世界所包围。任何跨越事件世界的事物，包括光，都无法逃脱黑洞的引力。关于黑洞，我们后面会有更详细的讨论。超新星爆发是大质量恒星死亡时最壮观的场景。虽然我们在前面提到了超新星，但这里值得更详细的探讨。1987年，人类观测到了迄今为止最接近的超新星爆发 SN 1987A， 它位于大麦哲伦云中，距离地球约16万光年，是400年来最亮的超新星事件。这次爆发被全球多个天文台观测到，甚至在南极的冰层中探测到了爆发产生的中微子。在超新星爆发的短暂时刻，可能是几周到几个月，一颗恒星的亮度可以达到整个星系的亮度总和。这是因为超新星释放的能量极其巨大，一颗超新星在几秒钟内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太阳在整个100亿年主序星阶段释放能量的数十倍。这场爆发不仅是恒星生命的终点，更是宇宙中最剧烈的元素制造事件。在超新星爆发产生的极端温度和压力下，
不仅铁之前的元素可以形成，连铁之后的重元素，包括金、铂、汞、铀，都可以在核聚变过程中被制造出来。这些重元素随后被超新星抛射到星际空间，成为新一代恒星和行星的原料。这个认识让我们对宇宙有了全新的理解。我们身体中的每一个铁原子都曾经经历过恒星内部的熔炉，每一个金原子都曾在某颗大质量恒星的死亡中诞生。我们身体中的许多元素，铁、钙、硫，都是在数十亿年前某些早已消失的恒星核心中锻造出来的。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星辰，是恒星的死亡和重生让我们得以存在。这是一个深刻而美丽的联系，让我们在仰望夜空时多了一层感慨，看不见的宇宙守护者。如果说宇宙中有什么事情让科学家夜不能寐，那一定是暗物质。这不仅是因为暗物质至今仍未被直接探测到，更是因为它的存在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物质这个概念的理解。宇宙中约85%的物质是暗物质，这个数字足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整个可见世界。暗物质的发现源于一个看似简单的观测异常。1930年代，天文学家兹维基在研究星系团中星系的运动时发现，仅靠可见物质的质量产生的引力根本无法解释星系的运动速度。如果只考虑可见物质，星系应该早就被甩出星系团了。兹维基据此推断，星系团中必定存在大量看不见的暗物质。这个想法在当时过于激进，没有得到广泛认可。1960年代和1970年代，天文学家鲁宾在研究星系旋转曲线时，发现了更明确的问题。星系中恒星的旋转速度在距离核心较远的地方并没有像预期那样下降，而是保持在一个相对恒定的速度。这意味着星系中必定存在大量的不可见物质，分布在星系的外围区域，以额外的引力将恒星束缚在星系中。如果只有可见物质，距离核心较远的恒星应该运动得更慢，而不是保持恒定速度。星系旋转曲线的异常只是暗物质存在的证据之一。另一个重要证据来自引力透镜效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质量可以弯曲周围的时空。当光线经过大质量天体附近时，会被弯曲，这就像光线穿过一个透镜一样。星系团的质量非常大，因此它们弯曲后方星系的光线，形成一种称为爱因斯坦环的扭曲图像。通过分析这些扭曲程度，科学家可以推断出星系团中包含的总质量。这种方法同样揭示了暗物质的存在。星系团的质量远大于可见物质的质量。子弹星系团是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这是两个星系团碰撞后的残骸，碰撞发生在约1亿年前。当两个星系团碰撞时，可见气体被减速并加热，而暗物质则因为不与普通物质发生电磁相互作用而径直穿过。通过 X 射线望远镜观测热气体和通过引力透镜效应测量总质量，科学家发现暗物质和可见气体的分布明显分离，有力地证明了暗物质的存在。既然暗物质如此重要，
科学家们自然在积极寻找直接探测暗物质的方法。目前，寻找暗物质的策略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直接探测，地下深处的精密探测器等待暗物质粒子偶尔撞上原子核。由于宇宙中到处都有暗物质，应该偶尔会有暗物质粒子穿过地球。这些探测器的设计目的就是捕捉这种极其罕见的碰撞事件。然而，由于信号极其微弱，目前的直接探测实验尚未给出明确答案。第二种策略是间接探测。如果暗物质粒子是自己的反粒子，它们可能在某些区域相互湮灭，产生伽马射线等普通物质。费米、伽马射线、空间望远镜等设备正在搜寻这种信号。第三种策略是在粒子加速器中创造暗物质。如果暗物质粒子是某种未知粒子，强大的粒子对撞机或许能够产生它们。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就在进行这类探索。暗物质之谜至今仍未解开，但它已经成为现代物理学最大的悬案之一。科学家们普遍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地探索，终有一天会揭开暗物质的神秘面纱，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的神秘力量。如果说暗物质让我们意识到宇宙的大部分物质是看不见的，那么暗能量的发现则告诉我们，宇宙的大部分能量也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这个发现是于1998年，当时2个独立的天文学家团队宣布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结论：宇宙不仅在膨胀，而且正在加速膨胀。要理解这个发现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回顾一些宇宙学背景。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宇宙的演化取决于其中的物质和能量。宇宙的膨胀应该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减速，因为引力会试图将物质拉拢在一起。在1998年之前，科学家普遍认为宇宙的膨胀正在减速，只是减速的快慢还不确定。然而，对远处超新星的观测给出了令人震惊的答案。通过分析 1A 型超新星的亮度，这类超新星的亮度是标准化的，可以作为标准烛光，用来测量距离。科学家发现，这些遥远的超新星比预期的要暗。暗淡意味着它们比预期更远，也就是宇宙的膨胀速度比预期的要快。这意味着宇宙的膨胀不是在减速，而是在加速。这个发现让整个宇宙学界震惊。加速膨胀颠覆了传统的宇宙学认知，暗示着必定存在某种未知的能量在驱动宇宙的分散扩张。科学家将这种能量称为暗能量。这个名称可能有些误导，它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黑暗的能量，而是一种未知的能量形式。更准确地说，暗能量是一种导致宇宙加速膨胀的神秘力量。关于暗能量的本质，目前有多种理论。一种观点认为，暗能量是空间本身固有的属性。真空具有能量，这种能量产生一种负压，推动空间加速膨胀。这种观点与爱因斯坦在100年前提出的宇宙常数有关联。爱因斯坦在他的方程式中添加了一个宇宙常数项，最初是为了获得一个静态的宇宙界。虽然后来他放弃了宇宙常数，但方程式本身是允许这个项存在的。如果暗能量
确实是宇宙常数，那么它的本质就是真空固有的能量，一种即使在空无一物的空间中也不会消失的能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暗能量可能是一种动态的能量场，称为精质。与宇宙常数不同，精质是一种会随时间变化的能量场。如果暗能量确实是动态的，那么它的性质可能会随宇宙演化而改变，这将对宇宙的未来产生不同的影响。还有一些更激进的理论提出，暗能量可能是一种错觉。我们的引力理论在宇宙学尺度上可能需要修正。无论暗能量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发现已经深刻地重塑了宇宙命运的场景图景。根据当前的观测数据，暗能量约占宇宙总能量的68%。这意味着宇宙的大部分能量是暗能量，而暗能量是驱动宇宙加速膨胀的力量。在遥远的未来，如果暗能量保持稳定或继续增强，宇宙可能会走向一个被称为大撕裂的结局。在这个场景中，暗能量的强度会随着空间膨胀而增强，最终强大到连原子核都无法抵抗，将宇宙撕成碎片。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猜想。更多的主流理论认为，宇宙最终会走向大冻结。在持续膨胀的宇宙中，所有的能量将逐渐分散，温度趋向绝对0度，宇宙变得寒冷而寂静。无论未来如何，暗能量的发现已经告诉我们，即使经过数百年的科学研究，宇宙仍然保留着大量令我们惊讶的秘密。宇宙的配方，现在让我们汇总一下宇宙的组成成分。你会发现，我们所见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只是宇宙组成的一小部分。更神秘的是，宇宙中绝大多数的成分我们至今仍不了解。根据普朗克卫星等精密观测设备的测量，我们宇宙的组成如下：可见物质，也就是构成你、我、地球、太阳，所有恒星和星系的普通物质，约占宇宙总能量的5%。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小，但实际上，我们周围的一切，包括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所有的岩石、所有的海洋、所有的空气，都来自这5%。暗物质约占27%，是可见物质的约5倍多。暗能量则占据了约68%，是宇宙中最大的单一成分。这意味着，我们能够直接观测和理解的可见世界只占宇宙组成的大约1/20，其余的95%是暗物质和暗能量。我们既看不见，也不知其本质。这个发现对科学和哲学都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提醒我们谦逊，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仍然是如此有限；另一方面，它也激发了科学家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理解那95%的未知，已经成为现代物理学和宇宙学最重要的使命之一。精确测量宇宙的组成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回顾历史，人类对宇宙组成的认识经历了多次重大修正。在20世纪初期，人们认为宇宙主要由可见物质构成。1930年代，兹维基发现了暗物质的存在，但直到1970年代，鲁宾的工作才得到广泛认可。1998年，暗能量的发现更是彻底改变了宇宙图景。每一次认知的提升，都伴随着技术的进步
和观测精度的提高。今天，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精密测量，让我们能够将宇宙组成的各个参数测量到约1%的精度。这些测量结果已经成为宇宙学的标准参数，写入教科书，应用于各种宇宙学计算。然而问题在于，虽然我们知道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存在，知道它们应该存在多少，但我们至今仍不了解它们究竟是什么。暗物质不是任何已知粒子，暗能量不是任何已知能量形式。我们知道它们存在，知道它们的作用，但对它们的本质几乎一无所知。这让我们反思人类知识的边界。在物理学中，标准模型成功解释了可见世界中的几乎所有现象，从夸克到希格斯玻色子。但是，标准模型无法解释暗物质和暗能量，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宇宙是由物质而不是反物质构成。这意味着标准模型是不完整的，存在一个更基本的理论框架，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科学家们正在积极探索各种可能性，从超对称粒子到轴子，从修改引力理论到额外的空间维度，每一种可能性都值得认真检验。或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发现暗物质和暗能量其实都可以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解释，但在今天，它们仍然是物理学最大的悬案，吸引着全球最优秀的头脑投入毕生精力。对普通人来说，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有趣的层面。当你仰望星空时，你看到的那些闪烁的光点，恒星、星系、星云，它们只占宇宙的5%。宇宙的绝大部分是你看不见的，而这个看不见的部分，恰恰是塑造我们可见世界的那只手。这让夜空的美丽多了一层神秘感，重新审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在讨论了宇宙的神秘成分之后，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人类在宇宙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曾多次被重新定义，而每一次重新定义都伴随着科学革命的阵痛。在远古时代，人类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天体都围绕地球运转。这种地心说维持了上千年，深深地根植在文化和宗教中。1543年，哥白尼发表了《天体运行论》，提出了日心说，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运转。这个学说虽然在数学上更简洁，但由于与直觉相悖，遭到了激烈反对。然而，随着观测证据的积累，日心说逐渐被接受，地球被从宇宙中心的位置上请了下来，人类不再是宇宙的特殊居民。进入20世纪，哈勃的观测进一步揭示了宇宙的宏大。银河系只是宇宙中无数星系之一，我们的太阳只是银河系中数千亿颗恒星之一，地球更是渺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程度。宇宙的尺度让人类感到谦卑，这种降级并未停止。宇宙学原理告诉我们，在足够大的尺度上，宇宙是均匀且各项同性的。这意味着，在宇观尺度上，没有任何位置是特殊的。地球、太阳系、银河系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个原理进一步削弱了人类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从地心说到日心说，
从日心说到银河系中的一般位置，再到宇宙学原理，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一次又一次被降级，每一次降级都伴随着世界观的剧烈震荡，也伴随着新的科学发现和理解。但是，这种降级是否意味着人类无关紧要？答案恰恰相反。宇宙学原理虽然否定了人类在宇宙中的特殊物理地位，却赋予了人类特殊的认知地位。在我们已知的宇宙中，人类是唯一能够理解宇宙的存在。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形式没有这种能力，银河系中的其他星球可能也没有这种能力。这意味着，虽然我们在空间上渺小，在时间上短暂，但我们拥有理解宇宙的能力。这种能力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值得我们珍视和保护。宇宙学的每一次发现，都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但我们是宇宙理解自身的方式。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宇宙尺度的奇迹。在138亿年的演化中，物质最终聚集成了能够思考这些问题的生命体。从这个角度说，每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存在都是宇宙的骄傲。让我们带着这种谦逊而不自卑的态度，继续探索宇宙的奥秘，可观测的极限。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宇宙的边界。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是，宇宙究竟有多大？它的边界在哪里？边界之外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可观测宇宙的概念。可观测宇宙是指在原则上我们可以观测到的宇宙部分，它的边界由光速和宇宙年龄共同决定。由于宇宙在不断膨胀，而光需要时间传播，我们能够看到的最远天体是那些它们的光在宇宙年龄内能够抵达我们的天体。考虑到宇宙的年龄约为138亿年，你可能会认为可观测宇宙的半径也是约138亿光年，但这个想法忽略了宇宙膨胀的效应。事实上，由于宇宙在膨胀，可观测宇宙的边界远大于138亿光年。如果计算光在膨胀空间中的传播历史，可观测宇宙的半径约为465亿光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我们能够观测到的宇宙是一个直径约930亿光年的球形区域。在这个范围之外，来自任何光源的光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抵达我们。但是，可观测宇宙的边界并非不可穿透的墙壁，而是时间和技术限制的结果。由于宇宙加速膨胀，遥远星系发出的光可能永远无法抵达我们。我们知道，有些星系现在正在发出的光，由于它们远离我们的速度超过了光速，这是空间膨胀的结果。不违反相对论的光速限制，将永远无法抵达地球。这些星系虽然存在，但它们发出的光永远无法被我们看到。换句话说，宇宙中有一部分是我们原则上永远无法观测的。这引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粒子世界和事件世界。粒子世界定义了我们可以收到信息的最大距离，在当前时刻，从那里发出的光现在能够到达我们。事件世界则定义了未来我们可以影响或被影响的范围，从那里现在发出的信号将永远无法到达我们。
在一个加速膨胀的宇宙中，事件世界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特征。这意味着宇宙中存在一个边界，在边界之外，任何事情发生都无法被我们知晓。那么，可观测宇宙之外是什么？那里是否还存在什么东西？这是一个我们无法直接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来自那里的信息。但是，根据宇宙学原理和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宇宙很可能比可观测部分大得多。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想象你站在大海中央，你能看到的范围是有限的，取决于地平线的距离和你的视力。但你知道，大海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继续延伸着，很可能延伸到无穷远。宇宙的情况与此类似，可观测宇宙只是整个宇宙的一个有限部分，之外的部分可能仍然遵循着相同的物理定律，只是我们永远无法直接观测到那里发生的事件。关于整个宇宙是否有限，这是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无论答案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宇宙远大于我们能够触及的范围，而这种无限感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美。宇宙的形状，宇宙究竟有多大？它是有限还是无限的？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物理，也关乎哲学，甚至关乎我们对无限这个概念本身理解的极限。让我们深入探讨宇宙空间的几何形状。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框架中，时空的几何与宇宙的内容密切相关。宇宙空间可以呈现出3种不同的几何形状，对应着3种不同的曲率。第一种是平坦宇宙，零曲率。在这种宇宙中，三角形的内角和恰好等于180度，平行线永不相交，也不分开。平坦宇宙在数学上对应于欧几里得几何，它可以是无限的，也可以是有限的。第二种是封闭宇宙，正曲率。在这种宇宙中，三角形的内角和大于180度，平行线最终会汇聚。这种宇宙类似于地球表面的2维几何，在3维中的推广，它是有限的，但没有边界。第三种是开放宇宙，负曲率。在这种宇宙中，三角形的内角和小于180度，平行线会逐渐分开。这种宇宙是无限的。确定宇宙实际的几何形状是一个精密测量的任务。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精密观测为我们提供了关键数据。由于宇宙的膨胀，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光子在我们眼中会产生特定的图案，温度涨落的多极结构。通过精确测量这些多极结构，科学家可以推断出宇宙的几何性质。托朗克卫星的测量结果显示，我们的宇宙非常接近平坦宇宙，测量误差在约0.4%的范围内。这意味着宇宙很可能是平坦的。在最大尺度上，三角形的内角和确实等于180度。宇宙的平坦性意味着它可能是无限的，至少在理论上没有边界，可以在任何方向上永远走下去。但是，无限性在物理学上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概念。即使宇宙在数学上是无限的，它在物理上是否真的是无限的，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无限可能只是我们简化模型的产物，而不是物理现实。关于宇宙形状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深的层面，我们通常讨论的三维空间的几何形状，只是四维时空的一个切片。如果我们考虑时间的维度，整个宇宙的历史可能是有限的，但如果只看任何一个时刻的空间切片，它可能是无限的、平坦的或弯曲的。弦理论和量子引力理论提出了额外的空间维度的可能性。我们的宇宙可能嵌入在一个更高维度的空间中，而我们体验到的四维时空只是全息投影。这些理论目前还没有得到实验验证，但它们打开了新的可能性空间。无论宇宙在几何上是平坦还是弯曲，有限还是无限，它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超越了人类日常经验的范畴。我们习惯于有限的空间和时间，但宇宙提醒我们，存在可以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展开。思考宇宙的形状不仅是科学的任务，更是哲学的探险。宇宙的终极命运，宇宙有没有终结的一天？它会如何结束？这些问题可能听起来很遥远，但科学家确实对宇宙的未来演化做出了多种预测。让我们探讨一下宇宙可能的终极命运。在暗能量被发现之前，宇宙学家主要考虑两种可能的情景。第一种是大挤压，如果宇宙中的暗能量不够强，引力最终会逆转宇宙的膨胀，所有物质和能量将被压缩回一个起点，这将是大爆炸的逆过程。宇宙从一点诞生，最终又坍缩回一点。一些理论家甚至猜测，大挤压可能引发新的宇宙大爆炸，形成一个循环宇宙。宇宙在无限循环的膨胀和坍缩中反复重生。第二种是大冻结，如果宇宙继续膨胀，物质将逐渐耗尽，恒星将燃尽燃料，黑洞将缓慢蒸发。根据霍金的理论，最终宇宙将进入一个温度接近绝对零度、能量均匀散布的热寂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不再有任何有序的结构存在，只有均匀分布的辐射和残余粒子。大冻结对应的是永恒的、寂灭的宇宙图景。暗能量的发现改变了这些预测。如果暗能量确实是宇宙常数，那么宇宙的膨胀将永远加速。在遥远的未来，由于宇宙加速膨胀，可观测宇宙的范围将发生变化。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遥远星系，在数十亿年后，它们的光将由于空间膨胀而红移到无法探测的程度。未来的天文学家将无法看到银河系之外的任何星系，夜空将变得更加黑暗，因为所有的远方世界都在加速远离我们。如果暗能量不是恒定的，而是随着时间增强，那么宇宙可能走向大撕裂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暗能量的强度会随着空间膨胀而增加，最终强大到连星系、恒星、行星、原子都将被撕碎。这是最极端的宇宙终结图景，不是渐进的冷却和死亡，而是在某一刻被空间的扩张力量撕成碎片。当然，所有这些关于宇宙终极命运的预测都依赖于我们对暗能量本质的理解。我们对暗能量了解的越多，对宇宙未来的预测就越准确。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暗能量究竟是什么，因此无法确定宇宙的最终命运。或许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留给未来几百甚至几千年后的科学家。但无论宇宙将走向何种终结，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宇宙的有生之年，我们有机会见证它、参与它、理解它。这种机会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值得我们珍惜。研究宇宙命运不仅是纯粹的自然科学问题，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在宇宙中的自我定位和存在意义的思考。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起点也有可能终点的宇宙中。我们的存在不是永恒的，而是宇宙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珍贵片段。多元宇宙假说在讨论宇宙的边界和命运时，一个令人着迷的可能性浮现出来：如果我们的宇宙只是众多宇宙中的一个呢？如果每个宇宙都不同，而我们的只是其中之一呢？这就是多元宇宙假说，一个既令人兴奋又引发激烈争论的概念。多元宇宙假说并非单一的理论，而是有多种不同的版本。第一种版本源自永恒暴涨理论。在传统的大爆炸模型中，暴涨阶段之后，宇宙开始了正常的减速膨胀。但在某些理论模型中，暴涨可能在某些区域停止，而在其他区域继续。当暴涨在一个区域停止时，它形成了一个气泡宇宙。这是一个有限的时空区域，具有我们熟悉的物理定律。而在气泡之间，暴涨继续进行，不断产生新的气泡宇宙。如果这个过程无限进行，就会产生无限多的气泡宇宙。每个宇宙都有自己独特的演化历史。由于暴涨的不均匀性，不同气泡宇宙可能拥有不同的物理常数、不同的引力强度、不同的光速、不同的基本粒子质量。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宇宙就不是唯一的宇宙，而只是众多宇宙中的一个。第二种版本来自弦理论。弦理论试图统一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但它需要额外的空间维度，通常认为是10维或11维。这些额外维度可能在某个时刻被进化到一个极小的尺度。不同的进化方式会导致不同的低能物理定律，这可能意味着不同的进化方案对应着不同的宇宙。第三种版本来自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解释。根据这个解释，每当我们进行量子测量，宇宙就会分裂成多个分支，每个可能的测量结果都在某个分支中实现。这创造了一个无限分支的宇宙数，每一个可能的事件都在某个地方发生。多元宇宙假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概念，但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认为，多元宇宙是不可证伪的形而上学，而非真正的科学。按照卡尔·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标准，一个理论必须能够在原则上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才有资格被称为科学理论。多元宇宙假说，特别是那些预言无限宇宙，每个宇宙可能有不同物理常数的版本，似乎无法被直接证伪，因为无论我们观测到什么，都可以解释为某个宇宙中的观测结果。支持者则认为，多元宇宙假说是某些理论框架的自然推论，而不是人为添加的假设。如果我们接受弦理论和暴涨理论为正确的，那么多元宇宙似乎就是这些理论的必然结论。这不是我们选择相信的假设，而是理论推导的结果。无论多元宇宙假说是否正确，它
它都引发了关于科学边界的深层思考。科学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哪些问题是原则上无法回答的？如果我们的宇宙只是无限宇宙中的一个，我们对物理定律的理解是否需要修正？这些问题将继续激发物理学家的好奇心和哲学家的思考。黑洞是宇宙中最为神秘和极端的天体之一，它们是时空结构的极端扭曲，是引力理论最有力的验证场所，也是科幻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明星。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些宇宙怪物的真实面貌。黑洞的核心特征是事件世界，一个连光都无法逃脱的边界。一旦任何物质或信息跨越事件世界，它们就永远与宇宙的其余部分隔绝。事件世界不是黑洞的物理表面，而是一个数学定义的边界，一种有去无回的分界线。事件世界的大小取决于黑洞的质量。对于一个不旋转的黑洞，事件世界的半径等于2倍引力半径。对于一个太阳质量的黑洞，事件世界半径约为3公里。对于一个10亿太阳质量的超大质量黑洞，事件世界半径约为30亿公里，比冥王星的轨道还要大。黑洞的形成有多种途径。恒星级别的黑洞形成于大质量恒星的死亡。当一颗大质量恒星耗尽核燃料时，它的核心会坍缩形成黑洞。宇宙中可能存在数以亿计的恒星级黑洞，它们的质量通常在几个太阳质量到几十个太阳质量之间。超大质量黑洞则位于星系的中心，它们的形成机制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已知的超大质量黑洞从数百万太阳质量到数百亿太阳质量不等。银河系中心的黑洞质量约为400万太阳质量，而最大的已知黑洞质量可达太阳的数百亿倍。黑洞是极端物理条件的熔炉，在事件世界附近，引力场极其强烈，时空被强烈弯曲。物质在坠入黑洞时会发出强烈的辐射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这些辐射携带着黑洞周围环境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探测到黑洞的存在。当2颗黑洞相互靠近并最终合并时，会发生宇宙中最剧烈的事件之一。在合并的最后阶段，2个黑洞的轨道动能转化为引力波辐射，时空的涟漪以光速向外传播。2015年，人类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信号来自13亿光年外2个约30太阳质量黑洞的合并。这次探测开启了引力波天文学的新时代。我们现在有了一种全新的倾听宇宙的方式。黑洞还有一个令人着迷的特征：霍金辐射。根据量子力学的预测，黑洞应该发射一种微弱的辐射，现在被称为霍金辐射。这是量子效应在弯曲时空中的表现。霍金辐射的温度与黑洞的质量成反比。对于一个太阳质量的黑洞，霍金辐射的温度约为1000万分之一，开尔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微型黑洞，霍金辐射应该非常强烈，微型黑洞应该在爆炸般的辐射中消失。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观测到确切的霍金辐射证据，这仍然是理论预测，而非实验观测。黑洞与量子力学的交叉是现代物理学最热门的前沿之一。霍金发现，
黑洞似乎与热力学有深刻的联系。黑洞有温度，有熵，甚至可能有信息悖论。黑洞的熵与它的表面积成正比，而非体积。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因为它暗示着量子引力的本质可能与空间的几何结构有关，而非传统的粒子图像。霍金后来还提出了霍金辐射的概念，进一步深化了黑洞与量子理论的联系。黑洞信息悖论则是一个至今未解的问题。黑洞在蒸发时，它吞噬的所有信息是否最终会回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需要对量子引力的更深入理解才能找到。黑洞让我们意识到，宇宙中存在着远超日常经验的极端现象，它们是检验物理理论极限的天然实验室，也是人类想象力的永恒源泉。引力波，100年前，爱因斯坦在他的广义相对论中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100年后，人类终于直接探测到了这些时空的涟漪。这是一个跨越世纪的科学壮举，也是人类认识宇宙方式的革命性突破。引力波是时空曲率扰动的传播，类似于在池塘表面投掷石块产生的涟漪。不同的是，引力波的传播介质是时空本身，而涟漪的速度是光速。爱因斯坦的方程式预测，加速运动的物体会辐射引力波，就像加速运动的电荷会辐射电磁波一样。然而，由于引力是一种极其微弱的力，普通的物体产生的引力波极其微弱，以至于在爱因斯坦的时代根本无法探测。引力波的强度取决于多个因素：物体的质量、物体的加速度，以及物体质量分布的不对称程度。最强的引力波来源是宇宙中最剧烈的事件——双黑洞并合、双中子星碰撞、超新星爆发等。这些事件释放的引力波功率极高，在并合的最后几毫秒内，两个黑洞释放的引力波功率可能超过可观测宇宙中所有恒星发光功率的总和。然而，即使如此强的引力波，在抵达地球时也已被稀释到极其微弱的水平。为了探测引力波，科学家建造了极其精密的仪器——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 和处女座干涉仪 （Virgo）。这些仪器的基本原理是用激光测量两条互相垂直的臂的长度变化。当引力波通过时，它会短暂地改变两条臂的长度，一条臂被拉伸时，另一条臂被压缩，反之亦然。这种长度变化极其微小。LIGO 能够探测到长度为4公里的臂发生的约质子直径1/1000的位移，这相当于在测量地球到最近恒星距离的1/1000。为了达到这种灵敏度， LIGO 采用了多种技术：超精密的激光、极其稳定的镜面、主动和被动的振动隔离，以及先进的信号处理技术。2015年9月14日，LIGO 首次探测到引力波信号，这个信号被命名为 GW150914， 来自13亿光年外2个约30太阳质量黑洞的并合。信号持续了约 0.2 秒，在观测频段内扫过一个完整的遮阄信号，频率从约35赫兹上升到150赫兹。这与2个黑洞螺旋靠近、合并，最终稳定为单一黑洞的过程完全一致。这次探测开启了引力波天文学的新时代。
2017年8月 ，LIGO 和 Virgo 探测到了另一个重要信号，来自 1.3 亿光年外2颗中子星的并合。这次事件被称为 GW170817，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与引力波信号几乎同时，天文学家还观测到了伽马射线暴和随后的光学对应体。这是人类第一次同时用引力波和电磁波观测同一天体事件，开启了多信使天文学的新时代。引力波天文学的意义远超其技术成就。传统天文学基于电磁辐射、光、X 射线、射电波等，而引力波让我们能够听到宇宙中最剧烈的事件。黑洞和中子星并合通常是黑暗的，它们几乎不发出任何电磁辐射，传统望远镜完全看不到，但它们会产生强烈的引力波。现在我们能够探测到了。更重要的是，引力波携带的信息与电磁波完全不同，它们直接来自时空的扰动，不受任何物质的吸收和散射，直接从源头传播到地球。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探测到宇宙中那些光学望远镜无法看到的极端事件。引力波还为我们提供了检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新方式。在强引力场和高速运动的情况下，广义相对论是否仍然准确？引力波的观测结果与广义相对论的预测高度一致，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这一理论的信心。引力波天文学还年轻，但它已经展现出巨大的潜力。未来，更多的引力波探测器将在全球建立，形成探测网络，能够更精确地定位引力波来源。随着探测灵敏度的提高，我们将能够探测到更远处的信号，甚至可能探测到宇宙大爆炸后最早时刻产生的原初引力波。引力波让我们听到宇宙中那些最隐秘的声音，它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中子星，中子星是宇宙中密度最高的天体之一。当大质量恒星死亡时，如果留下的核心质量超过白矮星的极限，但又不足以形成黑洞，就会产生中子星。这些天体将一整个太阳的质量压缩进约20公里直径的空间，密度高得难以想象。要理解中子星的极端性质，我们需要进入原子核内部的世界。在普通物质中，原子核只占原子体积的极小部分，原子的大部分是空旷的空间。电子在原子核周围运动。如果将原子核放大到一颗豌豆大小，整个原子就要有一个体育场那么大。中子星就是这样，一个整个原子核都被压缩到豌豆大小的超致密天体。在中子星内部，原子结构被破坏，电子被压入原子核，与质子结合形成中子。原子核原本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现在整颗星就像一个巨大的原子核，中子紧密排列，密度极高。一查实中子星物质的重量可以达到数亿吨，这相当于一座小山的重量被压缩进一个针尖大小的体积中。中子星表面有固体外壳，由离子和电子的晶格构成。外壳下面是主要由中子组成的核心，可能还有质子、电子和更奇特的物质状态，如超子或夸克物质。核心的状态方程描述物质在极端密度下的行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许多中子星会发射强烈的脉冲信号，
因此被称为脉冲星。最早发现的脉冲星之一是大名鼎鼎的 PSRB 1919+21，由贝尔和休伊什于1967年发现。当时贝尔还以为这可能是外星人的信号呢。当然，后来发现脉冲星其实是旋转的中子星。脉冲星如何产生脉冲呢？原来中子星拥有极强的磁场，大约是地球磁场的10000亿倍到10000亿乘以10000亿倍。这些高能带电粒子沿着磁场方向被加速，从磁极发射出去。当中子星的磁极指向地球时，这些辐射就会周期性扫过我们，产生规则的脉冲信号。这就像一座灯塔，它持续发射光束，当光束扫过你的位置时，你就看到了闪光。脉冲星的周期从毫秒级到数秒不等，大多数脉冲星在数百万到数十亿年内会逐渐减慢，最终停止脉冲发射，成为普通的中子星。但有些脉冲星通过双星系统的吸积重新加速，可以达到毫秒级的快速旋转。这些毫秒脉冲星是宇宙中最精确的时钟，周期稳定性甚至超过地球上最好的人造原子钟。脉冲星的精确计时让我们能够进行多种科学实验，检验广义相对论，探测引力波，测量星际介质的分布，甚至寻找引力波背景辐射。中子星并合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不仅因为它们产生引力波，更因为它们是宇宙中重元素的主要来源。直到几年前，金、铂、铀等重元素的宇宙来源一直是个谜。超新星爆发可以产生铁之前的元素，但似乎不足以解释宇宙中重元素的风度。中子星并合提供了答案。当两颗中子星在双星系统中逐渐螺旋靠近并最终碰撞时，大量中子被抛射出去。在这些中子被抛射的短暂过程中，可能只有几秒钟，中子会被其他原子核快速俘获，形成比铁更重的元素。这个过程被称为快中子俘获过程或 R 过程。金、铂、铀等重元素很可能主要在中子星并合中产生。2017年的 GW170817 事件为这个理论提供了关键证据。在那次并合后，全球多个天文台观测到了光学和红外辐射，这些辐射被解释为中子星并合产生的重元素在衰变过程中发出的光，这被称为铅新星现象。虽然细节仍在研究中，但中子星并合作为宇宙重元素来源的理论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中子星让我们看到宇宙中充满了极端条件和极端现象，在这些极端条件下，我们熟悉的物理定律可能被挑战，而新的物理规律可能等待发现。伽马射线暴，如果问起宇宙中最为猛烈的爆炸，伽马射线暴绝对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这些宇宙中最明亮的爆发，在短短几秒钟内释放的能量，比太阳一生释放的总和还要多。他们的发现和解释是20世纪后期天文学最激动人心的故事之一。伽马射线暴是伽马射线波段的突发高能辐射事件。1967年，美国的维拉卫星在监测大气层核试验禁令时，意外发现了来自宇宙深处的伽马射线爆发现象。
这些爆发持续时间很短，从几毫秒到几百秒不等，但释放的能量极其惊人。一个典型的伽马射线暴在几秒钟内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太阳在100亿年内释放的总能量的数百倍。这怎么可能？因为伽马射线暴的能量释放集中在极短的时间内，而且能量以集中的伽马射线束形式发出。如果这样的爆发发生在银河系内，伽马射线束可能会破坏地球的大气层，甚至直接剥离臭氧层，引发大规模的生物灭绝。幸运的是，已知最近的伽马射线暴发生在数十亿光年之外。伽马射线暴分为2种类型，长暴和短暴。长暴持续时间较长，通常超过2秒，与大质量恒星的坍缩相关联。当一颗大质量恒星耗尽核燃料后，它的核心会坍缩形成黑洞，同时产生强烈的伽马射线喷流。这种超新星坍缩模型解释了许多长暴的特征。短暴持续时间较短，通常少于2秒，与双中子星或中子星黑洞并合相关。这些致密天体系统的并合会产生短暂的伽马射线暴，同时伴随强烈的引力波辐射。2017年的 GW170817 事件正是这种情况。伽马射线暴是宇宙中最遥远事件的可观测信号之一，由于它们极其明亮，即使在数十亿光年外也能被探测到。最遥远的伽马射线暴来自宇宙诞生最初几亿年的时期，那时的宇宙还没有形成许多星系和恒星。如果能够探测到这些极其古老的爆发，我们就能直接研究宇宙最早时期的恒星形成和星系演化。事实上，伽马射线暴可能是宇宙中第1代恒星死亡的信号。第1代恒星是大爆炸后形成的首批恒星，它们完全由氢和氦组成，质量可能非常巨大。这些恒星在死亡时可能产生特殊的伽马射线暴，帮助我们了解宇宙最早时期的物理条件。伽马射线暴的研究还帮助我们理解了宇宙的早期历史。通过分析伽马射线暴的光谱，我们可以推断出它们发出时经过的星际介质和星系介质，这为我们研究宇宙的化学演化提供了独特的信息。伽马射线暴虽然猛烈，但它们对地球的威胁极低，已知最近的伽马射线暴发生在数亿光年之外。当它们抵达地球时，能量已经分散到不会造成显著影响的程度。但这不是说伽马射线暴不值得关注，相反，它们是宇宙中极端物理过程的最佳观测窗口。通过研究伽马射线暴，我们可以了解黑洞如何形成，致密天体如何并合，以及宇宙最早恒星的命运。伽马射线暴的故事仍在继续，每一次新的观测都可能揭示新的物理现象，每一次新的分析都可能挑战我们已有的理论。宇宙中最猛烈的爆炸继续吸引着全球天文学家的目光。系外行星探索在探索了宇宙的宏大结构和极端天体之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个更加触动人心的问题：宇宙中是否存在其他适合生命的世界？这个问题不仅关乎科学，也触及人类存在意义的最深层。系外行星是指围绕太阳以外恒星运转的行星。在1990年代之前，我们甚至不确定
这样的行星是否普遍存在。而今天，我们知道银河系中可能存在数千亿颗行星，其中许多与地球大小和质量相近。1995年，天文学家发现了第一颗围绕类太阳恒星运转的系外行星飞马座 51b。 这颗行星是一颗热木星，一颗巨大的气体行星，非常靠近它的母星，公转周期只有4天。这个发现打开了系外行星探索的大门。2009年，美国宇航局发射了开普勒空间望远镜，它的任务是寻找类地行星。在运行期间，开普勒发现了数千颗确认的系外行星，以及数千颗待确认的候选体。这些发现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行星系统在银河系中极其普遍。仅在开普勒观测的天区内，类地行星的估计数量就达到数十亿颗。2015年，人类发现了首颗位于宜居带内的类地系外行星开普勒 -452b。 这颗行星围绕一颗与太阳相似的恒星运转，位于液态水可能存在的距离上，被誉为地球 2.0 的候选者。宜居带是理解系外行星是否有潜力支持生命的关键概念。简单来说，宜居带是指恒星周围温度适宜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行星表面的温度可能允许液态水的存在。水是已知的生命必需物质，因此液态水的存在被认为是生命可能出现的关键条件。宜居带的位置取决于恒星的质量和亮度，质量较小、温度较低的恒星，如红矮星，宜居带较近，质量较大；温度较高的恒星，宜居带较远。地球位于太阳宜居带的中心附近，这个位置使得地球表面有液态水的存在。但是，宜居带并不意味着一定有生命，它只是一个可能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宜居带的概念也可能有局限性。也许生命可以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存在，比如在卫星的地下海洋中，木星的欧罗巴和土星的恩塞拉多斯可能就拥有这样的海洋。也许生命需要完全不同的化学溶剂，比如甲烷。无论如何，宜居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筛选系外行星的有用框架。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 JWST 的发射，为系外行星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这个强大的望远镜能够分析系外行星大气的光谱，探测其中可能暗示生命存在的化学成分，氧气、甲烷、臭氧等分子，如果在行星大气中同时存在且维持平衡，可能暗示生命的存在。因为这些气体会被生命活动不断产生，需要不断补充才能维持浓度。当然，氧气的存在也可能有非生物来源，不能保证生命存在，但这是寻找系外生命的一个重要步骤。未来的望远镜和探测任务将进一步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我们可能会在几十年内找到第一颗确认的外星生命迹象，无论是微生物还是智慧生命。这个发现将彻底改变人类的世界观，让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再次被重新定义。地外生命，费米悖论是关于地外生命最著名的问题之一，由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在1950年提出。问题的核心是，如果宇宙中普遍存在智慧生命，为何我们至今尚未发现
任何来自地外文明的信号。宇宙有138亿年的历史，银河系有数千亿颗恒星，许多恒星都有行星系统。即使智慧生命出现的概率极低，在如此庞大的基数下，银河系中也应该有大量文明存在。这些文明应该已经在宇宙中留下了痕迹，无论是无线电信号、星际探测器，还是大规模的工程活动，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宇宙出奇的安静，这种沉默让我们不禁要问，它们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有多种可能的答案，每一种都引人深思。第一种可能是，智慧生命确实存在，但数量极少，或分布极稀疏。银河系中也许只有很少的文明，或者它们相距太远，尚未建立联系。第二种可能是，智慧生命存在，但它们已经自我毁灭了。也许在技术发展的某个阶段，文明会面临无法逾越的障碍，核战争、环境灾难、人工智能失控，导致它们的灭绝。如果大多数文明都在技术成熟之前就自我毁灭，那么我们尚未发现外星信号就不足为奇了。第三种可能是，智慧生命存在，但他们对广播自己的存在没有兴趣。也许他们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选择了沉默，或者他们的通讯方式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也许他们就在那里，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探测。第四种可能是，也许我们就是银河系中最早的文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有特殊的责任，也有独特的机会。我们是银河系中可能第一批发展出技术的物种，有机会成为未来世代的先驱。第五种可能是，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有根本性错误。也许我们关于生命和智慧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生命出现的概率其实远超我们想象，或者宇宙中有某些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法则在起作用。德雷克方程是尝试量化这个问题的著名公式。这个方程将银河系文明的数量分解为若干因子，恒星形成速率，恒星拥有行星的比例，每个行星系统中适合生命发展的行星数量，生命发展出智慧的概率，智慧生命发展出可探测技术的概率，以及这些文明的平均寿命。将这些因子相乘，就可以得到银河系中可能存在的可探测文明数量。然而，这些因子的取值范围极大，从个位数到数百万不等。每一个因子的取值都需要深入的科学理解，这使得德雷克方程更像是一个思考框架，而非精确计算工具。尽管如此，它仍然提醒我们，即使是在银河系中发展出技术的文明数量很少，乘以138亿年的历史和数千亿颗恒星，结果也可能是可观的。它们在哪儿这个问题不仅关乎科学，更触及人类存在意义的根本追问。在浩瀚宇宙中，我们是偶然还是必然的产物？如果我们是孤独的，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不是孤独的，那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们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让我们在最后回到一个古老而长新的问题：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究竟处于什么位置？这个问题的答案经历过多次根本性的转变，而每一次转变都让我们的世界观
更加接近真实。从古代的地心说到现代的宇宙学原理，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经历了戏剧性的降级。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天体都围绕地球运转。这种观点维持了上千年，后来被日心说所取代。日心说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只是一颗普通行星。后来哈勃的观测进一步显示，太阳只是银河系中数千亿颗恒星之一，而银河系只是宇宙中数千亿个星系之一。每一次降级都让人感到震惊和不安。然而，这种降级并非故事的终点。宇宙学原理告诉我们，在足够大的尺度上，宇宙是均匀且各项同性的，没有任何位置是特殊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太阳系、我们的银河系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只是宇宙中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存在。但是，这种普通真的意味着无关紧要吗？答案可能恰恰相反。宇宙学原理虽然否定了人类在宇宙中的特殊物理地位，却赋予了我们一种特殊的精神地位。我们是宇宙试图理解自身的努力。在这个138亿年的宇宙中，物质最终聚集成了能够思考宇宙的生物。我们能够观测星系，测量宇宙的膨胀，探测引力波，探索黑洞的秘密。这种能力本身就是宇宙演化的奇迹。在我们已知的宇宙中，也许再没有其他地方存在这种自我意识。因此，虽然我们在宇宙中渺小如尘埃，但我们的大脑，这个能够理解宇宙的器官，却是宇宙中最为珍贵的存在。宇宙学的发现一次次重塑人类的世界观，从牛顿的静态宇宙到爱因斯坦的动态宇宙，从膨胀宇宙到加速膨胀宇宙，从可见宇宙到暗物质和暗能量主导的宇宙。每一次发现都让我们意识到，宇宙比前人想象的更加宏大，更加复杂，也更加神秘。这种认识让我们既感到渺小，又感到敬畏。渺小是因为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确实微不足道。地球在宇宙中的渺小位置令人敬畏。敬畏是因为我们竟然能够理解如此浩瀚的宇宙，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宇宙学不仅告诉我们宇宙是什么样的，更告诉我们人类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通过观测和实验理解宇宙的运行规律，能够通过数学和物理描述宇宙的本质，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探测宇宙的奥秘。这些能力不是偶然的，而是宇宙演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是宇宙的骄傲。宇宙产生了能够理解它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反过来理解着宇宙本身。这是一个深刻的循环，也是宇宙最美的悖论之一。在有限的时空中，我们如何创造无限的意义？也许答案就在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探索、理解、思考、交流。当我们仰望星空时，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了远方的光点，更是在与138亿年的宇宙历史对话。当我们阅读这篇文章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接收来自宇宙的信息，用我们的神经细胞处理这些信息，然后思考它们的含义。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值得我们珍惜。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是渺小的存在，但是正是这种渺小，
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宇宙的宏大。也正是这种渺小，让我们能够问出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宇宙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暗物质和暗能量是什么？黑洞信息悖论如何解决？宇宙的形状是什么？是否有平行宇宙？地外生命是否存在？这些问题等待着未来的科学去回答。也许我们今天的每一次思考，每一次探索，都是宇宙试图理解自己的方式。当我们努力解开这些谜题时，我们不仅在认识宇宙，也在认识自己。在宇宙的漫长历史中，我们的生命只是一瞬间，但在这一瞬间中，我们可以思考宇宙的无限，可以问出关于存在本质的深刻问题。这是宇宙赋予我们的特权，也是我们应该珍视的礼物。让我们带着这种认识，继续仰望星空，继续提出问题，继续在知识的海洋中探索，因为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也是宇宙留给我们的使命。当我们回顾这段跨越100亿光年的旅程时，会发现宇宙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宏大，更加古老，也更加神秘。从138亿年前的大爆炸开始，到今天的星系网络和加速膨胀的宇宙，从恒星的诞生与死亡到黑洞的极端物理，从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神秘到系外行星的探索，每一个主题都揭示了宇宙的不同面向。宇宙学不仅是一门自然科学，更是一种思考方式。它让我们超越日常经验的局限，用更宏大的视角看待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我们在宇宙中渺小如尘埃，但我们的大脑能够理解宇宙。我们的生命短暂如一瞬，但我们的好奇心跨越100亿年。这就是人类的独特之处，也是我们存在的意义。让我们带着这份对宇宙的敬畏和对知识的渴望，继续探索，继续追问，继续在这片星海中寻找我们的答案。宇宙的故事还在继续，而我们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你身体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宇宙的深处。那些构成你身体铁元素曾经在数十亿年前的某颗大质量恒星中锻造，那些构成你身体氧元素是恒星内部核聚变的产物，而那些构成你身体氢元素可以追溯到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你是宇宙的一部分，你与遥远星系中闪烁的星光有着相同的起源。从这个角度说，你从未真正离开过宇宙，你只是宇宙暂时聚集的一种形式。当你离开时，组成你的原子将回归宇宙，开始新的旅程。宇宙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宇宙。这就是我们今天探索宇宙的最大收获，不是找到了所有的答案，而是发现了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更深真相。晚安，旅人，愿你在星光下有一个美好的梦。